什么事了？来人！一梅，来，扶我起来！将军，长刘帮的炮子炸了！将军！不要！把刀收了。将军，起来说话吧。你还没死啊？我们还有生意没谈完呢。那炮子儿是你点的，脑子还挺聪明。你跟白小姐是什么关系？我们之间有婚约。你私自闯我军营，本该死罪，可是看在白小姐的面子上，放你走了。走。哎，我要走，我自己早走了。我来是要把那些抓住的人都带走。将军直接杀了算了，别跟他废话。好，我与你接着谈生意。除了那些麻绳，我还能提供给你桐油。桐油多少？整个惠州城搜罗下来，少说也有几千桶吧。我卖你麻绳和桐油，你把那些女人全部放了。你当真不是探子？我是不是探子已经不重要了，只要麻绳和桐油是真的不就好了？言之有理。好，钱呢，我一分不会少给你。那些女人我也都会放了。不过，你跟我做生意，若是朝廷怪罪下来，说你通敌怎么办？无妨，通敌也是我一人通敌啊。若能救那么多人的命，这笔买卖很值。忍得住吗？疼得很。早就该拔出来了。这儿得用药，先把皮肉咬掉，往往试试一把，血分出来，人就没救了。来，拔。我下手拔了，你要不要找个东西咬上？我连疼都怕，我还怎么带兵打仗？拔！哎。老黄，是司令，我已经跟手下人交代过，不管怎么样，都会送你回去。你摸到，天亮之前，伤口不再炸开就没事了。头回觉得喘气儿还能这么舒服。喘气本来就舒服，吃饭、晒太阳、喝茶都很舒服。我真是不明白，老天爷造了人，又在地上长了庄稼，长了果子，让人解饿，又长出年华，给人取暖，为什么要杀来杀去的呢？你一个富户人家的小姐，哪里懂得这些？我不是小姐，小姐哪里会给人治伤？我爹是个书生。至少能吃上一顿饱饭吧。在我出生的地方，
女孩还没长成就叫人买走了。男孩长到6、7岁，就得跟着爹下矿挖煤。我爹是因为矿洞塌方被埋在了里边，我2个弟弟是因为矿洞透水被淹死，最小的才4岁。我娘是借了高利贷，才勉强买了2口狗碰头的棺材，他们给埋了。什么是狗碰头？棺材板要是厚，那倒还好。可是穷人的棺材板都薄，埋的也浅，大雨一冲就冲出来了。野狗循着味儿过来，用脑袋把棺材板撞开，拖住里边的尸首，胡思乱想，最后都是咬得七零八落。我和我那2个哥哥，拼了命的干，拼了命的干，也还不上他高利贷。什么是高利贷？那矿主知道我们缺钱，便引着我那2个哥哥抱着炸药去炸山，他俩躲闪不及，被炸死了。我娘心灰意冷，给我做了最后一顿饱饭，让我睡着，投河自尽。之后我便跟了义军，老兄弟们告诉我，这天下间穷人的苦都是因为那些王八蛋造成的，所以我发誓要杀尽这世间的恶人。可你们杀的那些无辜的人，他们跟你也没仇啊。这世上没有人是无辜的。好，我以后不再说了，你别生气。你每夜伤最重的时候，我都在此为你诵经消业。菩萨大慈大悲，有求必应。我现在伤好的差不多了，你还求他做什么？我求他让你做个好人。好人。打湖州、打杭州的时候，我就已经是主将。经我手死掉的人，我自己都数不清。菩萨不会救我的。我会，我会，我会。若复有人铃铛被害，称观世音菩萨明咒，所持道场，须断多坏，而自己若三千大家多少。这满屋子的财宝首饰，有没有你喜欢的？喜欢就拿走。这么多？那可不，行军打仗那是要花钱的，我总不能让将士们喝西北风吧？我不说这些了，赶紧挑吧。我不要。不要？这些可都是好东西。哎呀！你看看这个，漂亮吧？你把它收好，将来你大婚的时候，兴许能用得着。好美啊！
我帮你多挑几样。这是哪来的？哎呀，你管它哪儿来的呢，收着便是啊。当年戴这个头面的人一定很美，要不然配不上这么好看的首饰。他是死了吗？还是逃走了？他有没有被埋？还是尸骨无疑啊？这东西的主人是死是活，我真不知道。这满屋子的金银财宝，原先都是那些贪官污吏搜刮的民脂民膏，我征收上来的。收下吧。你要送我东西自然可以，只要那东西是你的便好。我的？我就剩下这一口气一条命，我还得留着它领兵打仗呢。你就当成全我吧。救命之恩报答不了，我死了都难受。给。你要真想报答我，需要多爱惜自己。你这条命是我没日没夜救回来的，就算这有金山银山，能值得了你的命吗？等你伤痊愈了，送我回去，咱们也就两清了。你跟一梅逃吧。啊？娘啊，咱们不都说好了吗？我哪儿也不会去。一梅跑了，你让白先生怎么办？我如果跑了，谁来照顾您啊？咱们家还有茶园呢，我还答应过老二，要教他做生意呢。好，哥，我去。你去什么去？你去哪儿啊？行，去，把白先生和娘都带上，咱们全家走。你怎么那么固执啊？娘，你不是要问我的意思吗？我有主意了。那你快些说。我想过了，我要和一梅大大方方的成亲。虽然我们两家都不富裕，但是这个婚礼我要好好的操办。我就是要让全村都看到，我是他的男人。我知道这世上，只要一梅懂我，我懂她，这就够了。碍着别人什么事儿了呢？等到收茶炒茶的时候，大家忙作一团，谁还有功夫传这种闲话？但是如果我们跑了，那就把这个谣言给坐实了。他们觉得我们是因为心虚，我们才害怕，因为害怕所以逃跑，搞不好在背后说我们全家都是反贼呢。哎呦，真是老糊涂了。咱们俩先把孩子害了。你是道理一说一箩筐，谁也说不过你。就算你都说对了，我和白先生还有多少年可以活？你跟一梅要好好的生活才是真的。娘啊，我跟一梅的好日子，就是在家里好好服侍您，好好服侍白先生。白先生，您觉得我说的对吗？哎呀，老嫂子，亲家母，这会儿啊，我可不听你的了。小时候我教他读书的时候就知道，这孩子主意大，谁也说不过呀。咱呐，就听他的吧。看见了吧？我们义军是分男人和女人的，就算是夫妻也得分开睡。我们和那些腰头带兵不一样，天下间的穷苦人，男人是兄弟，女人是姐妹。我们义军不会苦待他们的。看明白了？看明白就走吧，咱们兄弟二人攻出军营。是，走，走。夜袭，列队应敌。
你们，顾大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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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们。 真的是你，有没有受伤？村子里其他女人，刚才一开炮就都散了。跟我走。不，他们两个中了箭伤，要隔一会儿喂下水。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……那你先帮帮我吧。 东家，来了。去了一天，他们就搁车了。是啊。哎呀，三个老家伙也太沉不住气了啊！谢谢东家夸奖。我这是在夸你吗？你不是让我当条黑鱼进去搅他一搅吗？ 还不出1天，已经快给我搅和黄了。我看不要30天，应该可以把当铺调理顺。哼！三个老家伙确实沉不住气。你虽然是在狡辩，但有几分道理啊。那他们辞了吗？我点头就可以。可是这行的规矩啊，不是说你今天辞，明天就走的，总得找个人收拾烂摊子，给东家把生意都捋顺了，啊，那才能撤呢。要多久啊？20、30天是要的。 足以了，东家，你答应他们吧。我答应啊，那就是一句话的事儿。可是这3个老朝奉，那是在当铺这行有位置的，举足轻重。如果让人知道他们3个要走的这个消息，肯定有很多人要挖墙脚。哼。 他们走了，你盯着呀。我自然不能，但是他们仨一个都走不了。现在不是你小子耍聪明的时候，他们已经防范至此了。不信你明天就去当铺瞧瞧，有哪个人敢跟你再说一句实话？到了30天，我也留不住他们了，到时候。 就因为你耍的这个小聪明，啊，就亏了这么大的生意，哼！你说我拿什么惩罚你啊？我从来不说大话，根本不需要30天。当当了，你们东家呢？人生何处不相逢，那这事儿我爹怨不得我了。什么就怨不得你了？我来的时候，我爹担心的要命，
千叮咛万嘱咐，让我千万不要跟那个宁古塔的留人说话。今儿呢是你自个儿推门而入，那就怨不得我了。苏小姐呢？你见到她了？你知道吗？你们现在万元档的名声可是在平遥城都传开了。我进城的时候就听说了，大家都在等着看你的笑话。那就让他们等着。这鬼都进不来的生意那么清闲，亏你也熬得住。听说你在招好的朝奉跟伙计，招到了吗？这些事儿啊，苏小姐在忙。我也从北京带了几个人，都是老朝奉。头2天还肯坐这坐堂呢，现在全躲在那后屋打牌吃酒，那比我还快活。我听说你到太宇峰了呀？怎么，今儿是来刺探消息，还是让人给赶出来了呀？我自然是被人赶出来了。我这种大外行入不了他们的法眼，但我倒有些主意。莫不如咱们可以再联手一次。咱们联手？我们都是外行啊！乱拳打死老师傅，子曰：“焉知来者不如今呢？”合计合计。今天开板吧。大家伙在一起多久了？10几年了。哦，那是老伙计了。啊，是。昨天搁车，我们跟东家去请辞，东家点头了。京城里4大行，河东的老8家一直要请我们去。既然东家存了心要走，咱们一起走，这是大贵的恩赐。跟着大贵干嘛错？我就知道我们新人接手前，咱们好好干，别坏了大朝奉的名声。开板，做生意。那小子呢？没来？啊，您说的那个棒槌啊，怕是没脸来。派这么个大棒槌来开讲，不知道东家是不是傻？来，读了四书不清，学会一身坦荡，翻过陈年旧账。诸位，别做了面庞，眼过人情薄凉。我看过往日血梦，也曾为谁倾我不放。只想这一场。各位，平遥城的老少爷们，4乡8里的叔伯兄弟，在下李清，京城李家的人，在这平遥城啊开了一家万元档，主要就是为了来当学生学艺的。感谢各位的捧场。我们呀是外行，不敢劳动大家伙的腿脚到店里去续画，更不敢站在那高柜台后头压人一头。我们就在这城门处做点小生意，当场对，当场取。万元档的当铺在东边，银号在西边，凭票领银，童叟无欺。诸位，醒了。大大怎么样？凭票领银，童叟无欺啊！还能喘一口气，就剩几着凄凉，看过刀剑风霜。人生在世本中3两3枪，把3钱给抹了。银簪子1只，当3两银子，出票。大嫂啊，这3钱呢，就当是本店的小利了，可满意啊？满意。来，在这上面画押。一气万两，昨日引入同伴万元内放，一步烽烟一条路，一生永照不丈量。日出东方。着急着急！到时候再来一顿，着急！我们来了。
这个簪子你给他找找。都有了，有了。不着急啊！来，下一个。慢些，别着急，一个一个来，一个一个来。啊，都有。有了。你看，真行啊，库里都清出来了。这个傻棒槌，他跟京城来的那个姓李的公子哥，在城门口花钱如流水，3两3钱的银簪子，他竟然当了3两。天底下还有这样的买卖，笑破肚皮了。朝奉都没请？没有，您老就放心吧。哎，他一个京城来的人，敢在平遥开当铺，那不就是关老爷门前耍大刀，嫌自己死得太慢吗？银号的大掌柜来了，要见大朝奉了。哟，我说祝朝奉哎，您在搞什么鬼啊？谁跟你搞鬼了？城门道那家伙现在已经把手都伸到银号里来了，您还在这儿装死？这与我们有何干系啊？哎呦，有何干系？您倒好啊，撒出个妖精去，自己在这儿乐得清闲啊！北京城那家伙把自己的银号利率往上浮，现在整个平遥城但凡有点钱的，都取了银子往他们那儿存呢。祝朝奉，您倒是给个主意啊！我那儿已经开始挤兑了。我这铺子里有的是现银，他想挤兑就挤，生意不能倒。来个人，啊，让伙计们把现银都准备好，1个时辰1趟，往咱们自家的银号里送。现在就去。祝朝奉，这万一不够怎么办啊？那2个棒槌可是把平遥的马蜂窝给捅了，其他银号都和我们一样，这纷纷取了钱往他们那儿送啊。这要稍有不慎倒了一家，那可就闹笑话了，这让外行的把内行的给玩死了。哼，到这儿拼有钱啊，他可是找错地方了。你放心，头寸不够了。我给你调。大朝奉，从咱们这儿赎出去的东西啊，全都到了城门口那2个棒槌的手里了。你说好笑不好笑啊？别着急啊，一个一个来。称一下看看多贵。几天就挣下这么多？好，珠花簪子1根，当银5两。你的花钱大好了，在这画押。现银9钱3分，您在这儿画个10字就行。上好布匹1款，当银10两。随时能取。我店门口那个大银葫芦您看见了吗？我要是付不出来，您就拿斧子，明天把那银葫芦砍了扛走，我一声不吭。没人。他们在城门口啊闹腾了1天，再闹下去啊，县老爷都要派兵把他们轰出去了，城门都关不上了。哎，我就纳闷了，这古平原到底是不是太尉峰的人呀？怎么还倒帮上外人了？他倒是想进太尉峰啊，太尉峰不肯留他呀。没事儿，我倒要看看这2个人能弄成什么样。今天赎出去的东西，超过好几年了，给您道喜了。那棒槌误打误撞，
倒把咱们给帮了。他不是帮锤，是催命符。小心的缸啊！踩里头去，小心地上。好。这下倒好，那全平遥城的破烂都在我这儿了。哎，掌柜的，麻烦让一下。哎，我怎么觉得还不够呢？哎，咱俩今儿是把外行的事儿干绝了。人家刚在我们这儿当完东西，转头出门就笑我们俩傻瓜呢。咱这就是赔本赚吆喝，纯烧钱。你要是拼不起，那就别拼了。天底下还没有我拼不起的事儿。明儿继续。今年是因为赶集，只怕到了明天，人未必有这么多了。明儿呀，咱们就照方抓药，把平遥城下面的9乡12村，家家户户全都扫到一遍。这就叫上门当。哎，古兄，这个名字好，就上门当。